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1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3.05， 收盘价是 168.47，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3.06， 最低价是在 167.75。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也在前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7262.72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那么这个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红 K 线，那么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股价在下跌后我们会看到出现了横盘，然后是在横盘后的下跌中，并且呢突破了前低。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下方在20日均线值是遇到了支撑，然后收盘价在当日 K 线的低位。那收盘价呢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跌破了前低。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那出现这样一个下跌的 K 线，然后收盘价跌破前低，出现成交量增，那么这将预示着日后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那么除非有一个可能股价才能出现反弹，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股价不出现新低，也就是不出现低于 167.75 这个位置，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反弹。对，但是我们说目前股价现在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所以任何一个反弹如果不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都会继续反转向下，而继续出现新低。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170附近。然后呢，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78附近。实际在5月10日收盘价是在 168.47 这个位置出现了继续下行。那我们预测的下行的收盘价点位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点位是略有差距，但是这个收盘价的性质和走势就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跌破前低，然后走势呢我们预测的和实际发生当天的最高和最低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一根增量的下跌的 K 线，日后还会继续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5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依然不变，是139。那目前支撑仍然是20日均线值在168，还有这根绿 K 的最低158，这是两个强支撑，也是两个重要标志。那么这两个支撑位如果被突破呢，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去
测试139的，一旦139被跌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还会继续。那接下来目标就是102，是这样的。好，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现在的目标啊，依然是188这个位置，5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这个5日均线值在173附近是强压力，然后上方这根绿 K 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176，也是强压力。对，那么这是到达188之前的2个重要压力位，其中啊我们会关注到176。如果股价再次出现新低的 K 线呢，那么这176将会作为股价出现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所以这个176也是目前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好，那么如果2个强压力突破能够到达站上188，那么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瓦解。那继续向上，第2个目标是199，200关口，这也是强压力，然后是206是2月29日它的最高。好，那么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然后呢在5月13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我们要关注168，也就是20日均线值。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在盘中只有在这个前低或者20日均线之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收高，否则我们说股价一定会出现新低，然后继续出现一个低位的一个收盘。好，那这是我们关注168的理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 K 线，在5月6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我们会看到呢，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但是呢仍然是在5均值的上方。我们也会关注到当周的这根 K 线上方是在20均值遇到了压力，下方是在5均值遇到了支撑，所以收盘在临近在5均值。那我们也关注到当周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所以这样一个价跌量缩呀，那我们说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下跌的话，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出现反弹的。对，所以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先调出辅助线，然后我们再给出点位。好，那么我们之前呢是在前一次对周 K 线图解说的时候，在5月6日当周如果收低呢，可能会收在170附近，对的。那么上方收高会收在190附近，盘中在周中我们关注的是175。好，那么收盘价我们会看到是收在了一个低位。那么我们再给出5月13日当周的一个预测。那在5月13日当周啊，如果股价能够收高，我们认为可能会收在180到185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给标注为下限，也就是180。如果是收高会收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股价收低呢，我们认为会收在160到162之间。我们取高位162。好，对，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5均值，就是169，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周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恰好是日 K 线图当中的20均线值，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强支撑，但是啊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在前一周的收盘价已经临近这个位置，一旦虽然是强支撑，一旦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那我们认为这个位置还会成为一个强压力，而促使股价继续下行。所以这个169啊，我们关注它，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只要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就能反弹。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一定会有收低。对，那我们预测可能会收盘在160到162之间，是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么日 K 线图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171，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72，对，那么之前也给过2个选择，一个是172，一个是守20均线值。那么守172的呢，可能已经出场了。那如果守20均线值的，目前我们看股价没有跌破20均线值，那么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话，那这个仓位应该目前还是在持有的。那目前持有这样的一个仓位呢，到了5月10日收盘价在168.47，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解读 K 线信息解读了，出现这样的下跌的 K 线量增，日后会继续下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5月13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就是守20均线值，就是守168，那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那应该是即可出场。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我们说目标就是168和158，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呢，其实就是5均值。5均值我们测算是在172到173附近，实际上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一直到上方的我们说是188，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其实每一波反弹，那么上方都是有强压力的，对，因为空头趋势已经确立，每一次反弹只要不站上前高，不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出现反转向下。好，所以呢，我们说对于空头来说，173一直到上方的188，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也是多头的强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72到173之间。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176到177，第三个压力位是183，第四个压力位就是188。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也是20均线值，是168，第二个支撑是158，第三个支撑我们给一个整数关口是150，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缺口的下1/3这个位置。对，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这两个可能呢是不是并列的，是分先后的。我们首先预测股价一定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呢
或者是这个应该是高开盘，然后是很小幅的低开盘，对，然后在盘中股价呢会到达170最高，下方最低会到达163，然后收盘会收在16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最低是回踩到168，也就是不可以低于这个位置。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73，收盘会收在171附近。它的条件当然就是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